我跟着阿娘改嫁，她孤高清冷，不屑宅斗，除了爹，谁也不给好脸色。我舍不得荣华富贵，一边伺候老夫人，一边陪大小姐玩，还要治斗白小娘和她那个爱装的儿子。大家都瞧不起我，怎么我被大小姐推下水，就你小子端着药汤来看我？手段高超，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阿娘年轻时是名动京城的才女闺秀，提亲的人踏破门槛，可我的舅爹不是个好东西。中元节放河灯，他拉我娘入暗巷，玷污了阿娘。外祖父为了保全名声，就将阿娘草草嫁过去了。阿娘自然恨极了，生了我后喝了绝嗣的药，身体亏空也不愿再给舅爹生儿子。舅爹没考上功名，靠着祖上的硬币颇有些钱。他自觉手段虽然低劣，但心是真的，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保娘和我不愁吃不愁喝。可舅爹这许诺才几年功夫就作废了。这几年我娘决绝，是不肯低头，整日将自己关在书房作诗。见我长得几分像舅爹，便连带着冷落我，由着我在外边招猫逗狗，活得和野孩子一样。到我5岁那年，舅爹哄得没耐性了，来我们院里掀桌砸碗，留下一句等你人老珠黄，你跪着求我都没用，转头纳了3妻4妾回来和娘斗。府里都看舅爹的眼色，自然待我们娘俩不好。送来的饭是凉的，炭是不够的。有个王姨娘有善心，蒸了枣糕偷偷塞给我。只有她给的东西，我吃了不会上吐下泻，不会一晕就是一整天。娘却有骨气，从我嘴里扒出来，连油皮纸一起扔出墙。不争气的东西，怎么不饿死你？娘拂袖闭门，那个除夕夜，我蹲在狗窝旁，咂摸了一整晚的舌头。枣糕真香啊！我原本是只想吃那一口，把剩下的都留给阿娘的，可惜了，一场空。因此雪上加霜，唯一对我好的王姨娘，听说阿娘扔了她的枣糕，便再也不塞吃的给我了。正月13，我的生辰，我亲手做了个糖人，拿去给王姨娘赔罪。她以牙还牙，把我的糖人扔出高墙，指着我鼻子骂：周气儿，你娘好心当做驴肝肺，怪到大家都厌憎你娘俩。周气儿，周气儿，我娘是个才女，她会给我取这样的烂名字，自然也不是为了好养活我。我长大一点，知道了旧事后，才明白，她恨舅爹，连带着也讨厌我。不要紧，阿娘恨我是应该的，但阿娘气我，我不能气我自己。我也想活下去，活出个人样来。我从墙根下捡起糖人，好在正月雪多，没沾上土，拍一拍就能塞进嘴里。那是我第一次见陆春池。小小少年，圆头圆脑，递来一块热乎乎的鸡蛋糕，雪里的东西凉，吃这个。我饿极了，但我不敢吃。府里的其他兄弟姐妹也给过我吃的，那都是有代价的，要么中毒给他们当笑话看，要么逼我骂我娘是娼妇。我抡起巴掌想揍他们。我娘是这世上顶好的女子，她顶干净，顶有才华，比你们这些下三滥强100倍。我实在饿得瘦弱，一个也没打到，反被压在地上当驴骑，膝盖和手心都磨破了。那一夜，阿娘罕见地给我端了盆温水，我以为她要帮我清洗伤口，没想到她拽着我的双手，使劲按进盆里。那是盆盐水，流血的伤口处，疼得如火烧。我哭得撕心裂肺，阿娘摁住我，不准我逃，这下老实了。再胡说八道，我还替他们教训你。老实了。那次之后，我谁的吃食都不敢收，谁的话头都不敢接。于是我盯着陆春池手里的鸡蛋糕，咽了咽口水，放狠话：少管闲事，我娘都不怕我饿死，你瞎操什么心？凶一点总是好的，凶一点，色厉内荏的人就不敢欺负我了。我扭头就跑，后门处意外撞见阿娘，没舍得扔掉的糖人撞在阿娘身上，碎成了渣。阿娘厌恶的服侍裙摆，将我向后一推。你看见什么了？我当时便猜到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阿娘肯定是见什么人去了。我不敢说，装傻充愣指着她的裙子，糖人碎阿娘身上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陆春池会出现在那里，是陪他爹来的。陆春池他爹陆月在大理寺任职，爱慕了我娘好多年。听闻陆月只纳了一个妾室，
正妻的位置始终给我娘留着。阿娘向来性子孤高，她以前应当是瞧不上陆月的，只是自打她被坏了身子，低嫁周家，就只剩一个陆月如就追捧她了。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那之后我留了心，又偷偷瞧见过几次他俩相会。阿娘把写好的诗集交给陆月，陆月帮他传播于世间。他兴许不是最吸引他的，但他肯定是最爱重他的。痴情等候，倒真让陆月等着了。我12岁那年，就爹寻花问柳，染了一身脏病，渐渐吃不下东西。他死时，我跪在门边远远看了一眼，被子下就爹的胳膊瘦成枯木，红色的疹子连成了片。阿娘穿金戴银的赶来，高声大笑，骂就爹活该。笑中带泪，他仰头望天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一定是老天要我重活一次。他在那一刻接受了陆月。可我想，即便我死了，娘这一辈子再是重新来过，也不会接受我的。几个妾室骂他白眼狼，说以后大家守寡，阿娘膝下连个傍身的儿子都没有，有的是苦日子要熬。我的事轮不着你们智慧。阿娘轻飘飘瞥我一眼，像看不相干的阿猫阿狗，就算无儿无女，你们也奈何不了我。才情出众如阿娘，当然不会过苦日子。3年校期第2天，门外就敲锣打鼓，八抬大轿。是陆月升任了大理寺卿，压周家不知几个头，一进门就抱起我娘，深情款款。静云，我来迟了。陆月怀中的阿娘笑了，这是自我记事起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她笑。我曾在她高烧时不眠不休照顾她几个日夜，她病好时骂我多事，不曾给一个笑脸。我曾在腊月的雪地里跪了大半夜，求救爹赏点炭火过冬。好炭筛出来，尽数投进阿娘的炉子里，留的残渣给我自己用，也没见过她的笑脸。阿娘，我是个无用的女儿，我拼尽全力爱你护你，永远比不上旁人。但人总是矛盾的，我理解并接受阿娘恨我，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对她好。我心疼她，想看她涅槃重生，做回那只振翅高飞的凤凰。阿娘喜极而泣，紧紧抱住陆月，陆郎，若非为了你，我早就一头撞死在周家了。郎情妾意，陆月抱着阿娘上了花轿，留我跟在轿子边，既不是媒婆，也不是陪嫁丫鬟，不伦不类的。陆月知道阿娘生了个女儿，也猜到了是我。他问我是想留在周家，还是跟我娘走。那一瞬，脑海中闪过少年递鸡蛋糕的脸。陆家再是虎狼窝，又能比周家差到哪儿去呢？我立即跪地磕头，认了新爹，阿爹。阿娘盼您盼了10几年，今儿我都为她高兴。我跟你们走，就算当个烧火丫头，我也要陪着阿娘和阿爹。谁知阿娘隔着轿帘冷不丁道：陆郎，便带她回去做个烧火丫头。心下一片苦涩，她大概在失望我没和爹一样，早早死在她前头。不过不要紧，烧火丫头也好，守着灶台，至少不饿肚子。于是就这样，我跟着阿娘改嫁。谁成想，陆家等着我的，全然在我的意料之外。陆家挺好，陆家的饭管够，不饿肚子。我守着灶台烧火，只撤下来的边角料都够我吃顿大餐了。陆月未娶妻，多年来只有一个妾室，姓白。白小娘生了一儿一女，次子陆春池苦读备考，为人也中规中矩，没什么可说叨的。倒是长女陆柯颇受老夫人的宠爱，放整个京城贵女中都是独一份的。这些事都是另一个烧火丫鬟瑞儿给我讲的。她说2个月前，陆柯说诗云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她想不出那是个什么光景。老夫人便大手一挥，组车队，雇侍卫，并4、5个照顾起居的一等大丫鬟，送陆柯去西北看大漠风光。陆柯早已经过了出阁的年纪，老夫人也不舍得她出嫁。陆月一向善待家人，由着老母亲溺爱孙女，也乐得看女儿平安喜乐。瑞儿说，老夫人打算招赘，好让心肝孙女时刻留在自己身边。我听着自然羡慕。我羡慕的不是陆柯锦衣玉食，我羡慕有这么多人爱她。瑞儿见我失神，似是瞅准了时机，看着我道：说来，你娘嫁给我家老爷，你也是个小姐啊，怎么来和我们下人一起做饭呢？我将大厨片出来的鸭骨头炸得酥脆，嚼起来满嘴骨香。我拿起一块给她，
当小姐有什么好？小姐可吃不着这么香的炸鸭骨。瑞儿咯咯笑，眼珠子一转，问我：妻儿，你娘为什么不疼你呢？不会是你家出过什么事吧？这样的话，自打进陆府，就总有嬷嬷丫鬟来打问。他们大概也听到了些关于舅爹和阿娘之间的风言风语，但至少别想从我嘴里得到印证。阿娘已经在往前走了，我想让往事随风去，别再绊倒她。我把鸭骨头吐进柴火堆里，不疼就不疼呗，爹不疼娘不爱，难道我还不活了？瑞儿自讨没趣，起身去了后院洗菜。不多时，一道年轻男子的声音自门边响起，陌生却透着一丝熟悉，是要好好活下去的。我扭头看去，是多年未见的陆春池。我认得他，他的那双眼睛总是清亮亮的，一看就是没吃过苦，也没见过什么烟杂似的。他如今已经习惯了，年少时微落身后的长发，悉数被一只白玉簪子束起，发绦垂在身后，端地是温润君子。我向他行礼道：少爷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陆春池却不走，径直走到菜篮子前，拿出几枚鸡蛋。他又要了面粉和糖。他做起点心，手熟的像个大厨，掐着点打开笼屉，蒸熟的赫然是鸡蛋糕。我没忍住惊叹：你还会做这个？陆春池递了一块给我，摆明是冲着我来的。5年前的你没尝，如今亲眼看我没下毒，是不是可以尝一口了？我没想到他还记得当年的事，我也没敢想，当年他是单纯的善意。我当着他的面吃起来，吃着吃着就忍不住笑了。好甜啊，少爷。他也跟着莞尔，手里早端了碗清水给我润嗓子。春池，我叫陆春池，你是继母的女儿，不该叫我少爷。我喝了水，吃完了鸡蛋糕。我抬头冲他笑，他只有2个孩子，是你和大小姐。我现在是烧火丫头，就该叫你少爷。娘准我跟来，是只让我做烧火丫头的。他住的春晖园离灶房最远，我也有意避开出门采买的活，这样他就不会再看见我了。曾在周家时，他深夜醉酒，死盯着我，盯着盯着，他将我拉进了怀里。娘的怀里是香的，是暖的。他蓦地捂住我的眼睛，指尖按得我太阳穴生疼，和那个禽兽长得一模一样，真想剜了你这双眼睛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抬眸看娘，而如今能让她眼不见心不烦，大概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了。谁知陆春池却说道：既然想安心做个丫鬟，不如我引荐你去祖母院里，他老人家向来心善，你想吃什么，他都会给你的。吃的都够诱惑我了，陆春池却抛出更多的好处。祖母身边只2等丫鬟，每个月都能领1两银子，吃穿用度都能私下变卖，你不想攒些钱吗？我问他，我攒钱做什么呢？阿娘并不缺钱，她就算缺，也不会收我的钱。下雨初霁，傍晚的霞光绮丽，打进窗，染得陆春池的眸子也一片绚烂。他声音清越，反问我，围着阿娘走到今天，你就不想攒点钱，走出去看看，过一过自己的人生吗？我用向娘赎罪造牢笼，将自己困住。10几年来，天昏地暗，可陆春池的引荐撬开了这牢笼的一隙。见了光，我自然就生了飞出去的心。可陆春池呢？他又图什么？传闻中面慈心善的人很多，但不少都是装的。我在周家只遇到一个王姨娘是真善，来了陆家也不得不提防。可我对老夫人防不起来，能把庶出的孙女真心实意宠上天，送她读书明理，见人世间，至少打心底，老夫人定然是能体会女子的苦楚的。她见我第一面就来拉我的手，白发白眉的老夫人皱着眼，她问我：好孩子，饿不饿？我守着礼数回不饿，可低头间，老夫人已将一盘桃酥放到了我手里。老夫人责怪陆春池，这样瘦弱的小丫头，你怎能让她来做粗活呢？我怕她不要我，忙跪下磕头：老夫人，我看着瘦，手上有的是力气。灶房的柴火我一次能背2大捆，您带着我，倘若出门在外车马不得行处，我背着您走。老夫人扶起我，捋了捋我的耳边碎发。她对我下命令：1个月内，你若能吃胖些，我便收下你。看着那副慈眉善目，我没骨气的鼻腔发酸，眼眶发红。我实在是个没本事的人，一点点善意的关怀，
都足够让我掉眼泪。我背过身去，合着眼泪吃桃酥。老夫人拉我坐下，让我缓一缓再吃。她说，哭的时候不兴吃东西，眼泪拌过的都沾着酸苦味儿。她提起她年少时，那时京中盛行纤纤细腰，她又是个贪嘴爱吃的。那时候啊，我娘掐着我的腰，说要我减下去7分，怎么能呢？老夫人讲起故事来，大大小小的丫鬟们便都围了过来。我听得入神，自然也忘了哭。我就和我娘犟嘴，说把肠子肚子都掏出来，我也未必能减7分。可是犟嘴也没用啊，娘整日盯着我量腰，我若哪一日比前一日胖了，她就拿藤条抽我，我就哭呀，眼泪掉进嘴里，连我最爱吃的鸡蛋糕都不甜了。提起鸡蛋糕，我猛地看向坐在下座的陆春池，也许是因为老夫人爱吃鸡蛋糕，陆春池才学着做的。老夫人扭脸问我，人人都去做的，便一定都是对的吗？我蓦地想起阿娘，当年她会下嫁就爹，也是为着所谓的规矩。被坏了身子的女子便是脏了，脏了就不能嫁给好人家，甚至还得嫁给坏了自己身子的男人，美其名曰守贞洁。想起阿娘的遭遇，我恨得直摇头。人人都去做的，不一定都是对的。他们想要无辜的人听话，想要受害的人闭嘴，怎么能是对的呢？我又想掉眼泪了。朦胧泪眼中，陆春池递来一块帕子，他要去温书了，只劝我道，那便尽力去做你认为对的事。他踏着夕晖离去，背影颀长，青山飘逸。我从没敢奢望过有人能将我从泥潭里拔出来，我陷得太深了，若要救我，对方也得脏了一脚。可陆春池似乎打定了主意，他就想逼着我活出个人样来。我在老夫人的院里落脚了，不敢平白受人恩惠，精细的活计我不会，但照看炉火烧水搬桌我还是会的。李嬷嬷见我筛细炭的模样，告到老夫人面前去，用火时一块烧透了才添另一块，不用火时碎的铺在整的上，生怕烧多了，又不叫他花钱买炭，真是好小家子气。一向和颜悦色的老夫人难得神色肃然。李嬷嬷，你当年投奔我来，也是家里揭不开锅要卖女儿，我好心收下你们母女2人，怎地今日忘本，却不知父从简中来的道理。老夫人宽慰我，要我别往心里去。她夸我做得好，送了好些炭给我，说要我安心过冬。我没忍住，问她，新夫人那里也有吗？我知道，以周家上下的品行，是不会苛待阿娘的。我只是有些想她，想听听她的消息。老夫人知道我的身份，也看透了我的心思，说了不少和阿娘相关的话，说陆月如何与她举案齐眉，如何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她，说陆春池也知礼节，奉我娘为主母，处处尽孝心，阿娘很喜欢她。老夫人还提起白小娘，她14岁便进府了，贴身照看月儿，本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女，为了侍奉月儿读书，愣是自学写字。月儿的每本书放在哪里，她比月儿自己都清楚。如此懂事之礼节，自然也不会与你娘缠斗。不论白小娘图什么，这拔尖的用心就值得陆家善待她了。老夫人说，后来是白小娘自己主动提的。她知道陆月心中已有挚爱，她不求真心，只求能讨个妾室的身份，生儿育女，安度晚年。我听着，点头说道，白小娘是个聪明的，陆家于她而言是知根知底，更是奉献了全部的地方。既然终究要相夫教子，不如留在陆家。不知这话怎么传着传着，就成了我觉得白小娘心机过深，我怕她留在陆家会和我阿娘争宠。如是，陆科看完大漠孤烟直，一回府拜过阿娘后，就来找我的茬。她和周家的大小姐很像，因着自小被宠爱着长大，张扬自意，护起生母来就和小狼崽一样。花园曲桥上，陆科拦住我的去路，他见我手里抱着一盘鸡蛋糕，冷嘲热讽道，你娘不疼你，巴结祖母本也没什么，你却凭什么煽风点火，说我小娘的不是？我正要辩解，他身后的大丫鬟比他还风风火火，过来一把将我推下了桥。时值11月29时节，湖水已经冰冷彻骨了。我挣扎了几下，手脚便尽数抽筋，很快就被湖水淹没。湖水真冰啊！昏迷前的一刻，
我突然好想念阿娘的怀抱，哪怕那份温暖，她从不曾想给过我一份。我在比阿娘怀抱还温暖的锦榻上醒来，天光极暗，我看不真切，却也瞧出我盖的背面是蜀锦的，床围是暖红色的软烟罗。这样好的陈设，只有大小姐陆柯的房中有。我吓得惊坐起身，额上的湿布掉落手心，隐约看去，陆柯在房中焦急地来回踱步，精致的眉眼皱在一处也是好看的。他在数落那个推我下水的大丫鬟，说话就是了，动手做什么？你看他那个小身板，经得住你那一下吗？大夫说了，若再高烧2日，他怕是要烧坏脑袋，到时候你养他一辈子吧。那大丫鬟倒也耿直，姑娘别急了，我不是见他说白小娘的不好，一时气急嘛。我养就我养，我家3个妹妹，我最会养小姑娘了。陆柯将自己的脑门一拍，也怪我，该问清楚再去找他的。这下好了，从祖母那听全了，才知是冤枉人家了。我烧得嗓子干疼，没忍住咳了几下。陆柯扭过头，冲我跑了过来。他的祖母不会逼他受妖，他被养得珠圆玉润，食指却不算葱胧，他的指尖有茧子，许是平日还会练武。陆柯按着我，让我原躺下。他命人倒了水来，要我喝下。我不敢轻易入口，摇了摇头，转而说道：“可以烦请大小姐房中点几盏灯吗？我想穿我的鞋回老夫人院里去，实在看不真切。”陆柯怔了好一会儿，抬起手在我眼前晃了晃。那个直爽的大丫鬟又忍不住张口了：“这会儿白日大晴天的，周庆儿，你怎么能看不清呢？”陆柯拍打他的手背，扶迎：“就你话多，还不快去请大夫？”大夫来看了，说许是我高烧太久，烧坏了眼睛，开了些药膏，让我日日敷着。老夫人为此事动了气，罚陆柯为我做1日3餐。老夫人还不准我搬回去，要我就住在陆柯的闺房，哪日能看见了再走。陆柯大约也心里难受，每每给我喂饭时都沉默不语。我如坐针毡，摸索着攥住他的手：“大小姐，你带我去找老夫人，原是误会一场。我向老夫人解释清楚，可不能让你们生了嫌隙啊。”久久沉默，沉默到那只手反握住我的手：“好生养病，等你的眼睛好起来，自己去见老夫人。”听到那人的声音，我猛地撒开手，却又如饮鸩止渴，慌忙去寻那只手，紧紧抱在怀里。一瞬间眼泪绝眶，刺激的眼睛更疼了。我嘴唇打颤，唯恐是梦中。娘，10几年来，我做梦都不敢想，我娘会在我生病的时候亲手喂我一口甜粥。她似是不习惯我们之间的亲密，立马抽回了手。我不敢再得寸进尺，忙挤出笑脸说道：“没事的娘，你最不爱看我的眼睛，瞎了也好。”风雪拍打窗棂，我想起就光景。娘，你吃花生会起红疹子。我一去灶房就告诉他们了，不让人往你房里送有花生的吃食。娘，你别担心我，老夫人待我极好，和大小姐也只是误会一场。往后我一定不生事，一定安安静静待着，不让你挂心，好不好？娘，她一个字都不回应，我不敢再继续说了。我看不到她，这一次我没法察言观色了。一阵死寂般的沉默，他突然将手里的药碗摔在地上，狠狠给了我一耳光。你为什么不恨我？你应该恨我的，你应该恨我的。娘冲出门去，风雪涌进来，吹散了我手中握过的暖意。门口守着的丫鬟不明就里，问我对夫人说了什么。我垂下头，肠胃一阵绞痛，胸腔里涌起血腥味儿。我说错话了，我不该像一个寻常的孩子去问候我的阿娘。她今晚带着毒药来，大概是想听些我恨她怨她的话，这样她就能安心的给我喂完，不留遗憾的送我去死。我知道她的痛苦和拧巴不比我少，她恨我却做不到极致，她想让我死，却又留着一丝心软。阿娘大概明白，我也无辜，可她没法爱我，爱我是在伤害她自己，而我呢，总是心怀不可能发生的希望，然后一次又一次的伤害阿娘。很快，一串急促的脚步声传来，是陆春池的声音：“周庆儿，快张嘴！”我失去了所有的力气，最后是他掐住我的脸，抬起我的头，灌下了一碗浓浓的药汁。真苦啊！反倒是阿娘的那碗毒药，
用心地加了蜂蜜和红糖，一路填进肚子里。陆春池说，自打我做烧火丫头，我娘就没去过灶房那一片。今天她突然踏足，她觉得不对劲，暗自跟着看阿娘亲手熬了一碗粥。她疑惑这粥是给谁的，一路跟着，见她提进我房里，她才反应过来不对劲。于是陆春池立马返回灶房，寻了底子去配解药，等我娘走远了才进来。我若当众揭穿她，少不了要送她去衙门治罪。对不住，妻儿，我怕阿爹会肝肠寸断，才没有闹大，只暗自找了解药来救你。世人都会有自己的私心，我一生护着我娘，陆春池自然也该护着他爹。多谢你来救我。再次昏迷前，我摸索着攥住了陆春池的手腕。那就当作无事发生吧，陆春池。他大概也清楚，我不会追究的，我不会做伤害我娘的事。可只要我在他身边，只要他能听到关于我的消息，他就会不高兴，他就会想起那些历历在目的痛苦。而今日的幸福，永远不会抵消过去的痛苦。过了小半个月，我的眼睛能看见了。所幸阿娘喂给我的毒药不多，加上陆春池偷偷送药，养了这些日子，也全好了。我回到老夫人院里，她心疼的眼睛泛红，可怜见的，才养胖了点，如今全消瘦下去了。我乖乖地伏在老夫人的膝头，承蒙老夫人垂怜，大小姐和少爷又照顾有加，能保下这条命，妻儿知足了。陆科提着食盒来寻我，自打照顾我后，本就爱钻营美食的陆科，更是扎根在灶头前，变着法的做膳食补品给我吃。他一边端出一盅老鸭汤来，一边对我说道：“什么妻儿妻儿的，要我说，不如跟我从玉字叫琪儿吧。”我呢喃着：“琪儿，周琪儿。”老夫人轻抚我的后脑，笑着点头：“归意其行，是个好字，配得上你。”于是从这一日起，周琪儿成了周琪儿。被阿娘厌弃的孩子，终于有人视为宝玉，疼惜照顾。我抬头望天，不觉已是万物复苏的早春。我突然想起就爹死的那天，仰头看天的阿娘，她那一刻放过了自己，选择接受陆月，重新来过。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放下周妻儿的执着，执着于解开阿娘的心结，执着于与阿娘修好？也许人与人的缘分不该被所谓的关系限制，即便是至亲，也不必非得强求一个深情厚谊。是我自己将自己按进泥潭，陷得太深了。那日之后，我放下所有防备，在老夫人这里认认真真做二等丫鬟，学那些能让自己活下去的手艺。刺绣针只能卖钱，我学；煲汤炒菜能卖钱，我也学。陆科说贵女之间平日爱传看一些画本子，须得人誊抄好送去，随手给的赏钱都够我3-5个月的月钱。可我打小只偷偷听过周家小姐们归属师讲课，认得的字不多，更遑论写一手能被贵女们打赏的好字了。谁知陆春池提着一食盒不重样的精致糕点来找我：“琪儿，这可都是我亲手研制的，宝芳斋都买不到，你每跟我学写10页字，我便送你1块，好不好？”我撇撇嘴，大家都说练字是童子功，我一时半会儿哪能做到呢？还没开始做，就别轻言放弃嘛。我还一个字都没写，陆春池就将1块枣花糕放进我的手心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千里之路始于足下。我当初学写字时，也以为要数十年的功夫，可其实每日只练1个时辰，10个月便能写得一手好字了。琪儿，你也不求做大书法家，只写得够清秀，能抄书便可，何必畏惧呢？在陆春池炽热的目光中，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。是啊，有些路虽然陌生，但不必妖魔化，踏出第一步就好。于是我开始跟着陆春池学写字，跟着陆科学防身术。那段日子，我过得很快乐，仿佛真的拥有了疼我爱我的家人，有活泼好动的长姐，有端方文静的二哥，还有慈爱心善的祖母。因跟着陆春池经常出入书房，我看到了陆月帮阿娘编撰的诗集。陆春池教我认了不少字，我看懂了阿娘写的那些诗。诗文分明有一道分水岭，之前是闺阁中的恣意开朗，之后是深宅里的幽怨仇恨。无论是悲是喜，都难掩字词间的才气。这是我头一回在陆家提起阿娘的旧事。陆春池，你说，倘若我娘当初没有遭遇毒手，现在会不会和心爱的人过着美满的日子，才名远扬？然后还有，
还有自己真心疼爱的孩子。我垂下头，再一次为这不可得的亲情神伤。陆春池提笔写下一句诗：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春日虽迟，可只要人还活着，就该奔着春光去，挣扎着从病枝里生出花来。哪怕那个过程要抽筋剔骨，痛苦非常。陆春池的这句诗，我后来记了一辈子。再苦再难的时候，我也记着，写在纸上，写在雪地里，告诉自己一定还有路能走。当年陆春池练字，每日1个时辰，我便少睡多写，每日花2个时辰，没想到不到6个月，便能写得像模像样了。陆柯夸我聪颖，脱口而出，名动天下的才女之女。当然，他猛地住口，偷去我的神色。他并不知道我已经放下了，我放下所有心结，放下所有的不可得之物。只有我放过我自己，才能真正的帮到阿娘。于是我冲陆柯莞尔，当然该继承几分我阿娘的天资聪颖。她也是个机灵通透的人，听我这样说，立马将我揽入怀中。琪儿，拿得起，放得下，真是个好姑娘。她很喜欢夸我，那些甜言蜜语虽然不能当饭吃，但是滋养了和我身体一样瘦弱的自尊。我废寝忘食地做针线，做糕点，抄画本子，到陆家不过2年，就已经攒了不少钱。我问陆柯，大漠孤烟直好不好看？他回我道，西北的大漠风沙迷人眼，但是长河落日着实壮观。江南虽阴雨连绵，但小桥流水又是另一番意趣。琪儿，亲眼去看看吧，不登高山，怎知天地宽广呢？我头一次主动拉起一个人的手。我抚着陆柯的掌心，那层薄茧他一向引以为傲。陆柯，我曾经很想活成你的样子，我羡慕你命好，羡慕有很多人爱你。他静静倾听，我轻声絮道，可没有人能替代别人的人生，我的路也注定与你的不一样。我会好好活下去的，至少不该辜负遇见你们的好运。熟悉的鸡蛋糕的甜香传来，我知道陆春池大概又偷偷站在回廊处，听我说这些微不足道的傻话。我们都心照不宣，在为我的离开铺下每一步路。至此，我才醒悟，陆春池到底在图什么。此前我在周家，除了王姨娘的施舍，没有遇到过无所求的善心，更多的是3妻4妾之间无止境的缠斗，是兄弟姐妹对我的霸凌欺辱。我怀着最大的敌意来到陆家，这才方知世上原来真的有善人。老夫人的善养育了陆家子孙的善，所以陆月会摒弃世俗，痴痴等候我娘，所以陆春池会不计前嫌，一次又一次对我伸出援手。连一开始闹了不愉快的陆柯也真心怜我护我，诚心诚意地帮我赚钱攒钱。陆家所求不过家宅安宁，那我离开与阿娘死生不复相见，她见不到我，渐渐淡忘，也该是对她对陆家都好的。而我呢，陆春池说的对，围着阿娘走到今天，我也该走出去看看，过一过自己的人生。我离开那日又是一年春时，开年下了几场大雪，迟迟不见转暖，春日便已较往年来的晚了些。莫道春来迟，来了便是好的。我挑了个晨光熹微的晴日出发，包袱里背着我攒下的盘缠，老夫人给的提己钱，陆春池亲手做的炊饼，还有陆柯珍藏多年的一把防身匕首。前一晚我说要走时，老夫人忍不住落泪，几番哽咽，说我就是太懂事，才委屈了自己。我摇摇头，轻抚老夫人的肩头，有幸得老夫人的照料，其而不委屈。我在老夫人面前掐腰，您看我长胖了一大圈呢。老夫人被我逗笑了，那晚留我说了一夜的话，才肯放我清晨离去。临走时，我冲着阿娘住的春晖园磕了3个头。我有许多的祝愿，最终只在心底默念，愿阿娘早日淡忘我，不再因我而为难自己。陆柯问我，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，要不要再去见娘一面？我望着春晖，微怔了怔，不必了，也请你们不要特意告诉阿娘我走了，她若不问起，你们就不必再提我。而陆春池迟迟不见他的人影，我要去渡口赶船，便托陆柯向陆春池辞行。谁知红墙黛瓦下，陆春池急急赶来，一如年少时，他递来热腾腾的鸡蛋糕，走得真急，好在是出锅了，吃口热乎的再走吧，琪儿。这一次我不假思索接过，
大口大口喂进嘴里。老夫人说的对，眼泪伴着，连最爱吃的鸡蛋糕都不甜了。琪儿，别哭，想我们了就回来，陆家永远是你的家。我乖乖点头，从怀中取出那日陆春池递给我的帕子，擦去眼泪。再会了，陆春池。与他擦肩而过，刚擦干的眼泪又添心痕。也许这不仅是我和阿娘的最后一面，也是我与他们的最后一面了。但路还要朝前走，我狠劲抹掉眼泪，加快了步子，大步流星朝渡口走去。若我此刻退缩，那才是真的对不起他们。走出去，才能见天宽地广；走出去，才能挣脱我束住自己的牢笼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